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聊到三國啊，不管是遊戲、電視劇，還是網絡上的各種梗圖，這個主題好像永遠玩不膩。它就像是我們文化 DNA 裡面的一個超級 IP， 每隔一陣子就會換個新造型，又重新流行起來。不過，我們今天想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一本幾百年前的小說，生命力可以這麼強，到今天還能讓我們有這麼多感觸、這麼多共鳴？它吸引我們的，真的就只是那些打打殺殺、英雄好漢的傳奇故事而已嗎？我覺得真正的答案藏在它的核心裡面。這部小說的本質其實更像是一個大型的哲學實驗場，它在探討一個千古不變的難題：在巨大又不可抗拒的命運面前，我們人類小小的意志到底能起什麼作用，又能堅持到什麼程度？這才是《三國演義》真正讓人着迷的地方。所以接下來的分析，我們會從5個關鍵角度來一步步拆解這部經典的內在結構。首先，我們會看看它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接着，我們要來聊聊到底什麼才叫真正的英雄。再來，我們會分析一個很反直覺的觀點：為什麼惜敗才是最好的試金石？然後，我們會進入最核心的對決：意志與命運的碰撞。最後，把這一切拉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看看能得到什麼啟發。好，我們馬上開始。好，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三國演義》這本小說並不是羅貫中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喝着茶，憑空想象出來的。它其實更像是一個耗時數百年，經過好幾代人不斷修改升級才完成的一個巨大專案。在文學領域，這種創作模式有個專有名詞，叫做積累型小說。這跟我們一般熟悉的由單一作者從頭寫到尾的獨創型小說，像是《紅樓夢》那種，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積累型小說的誕生，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集體創作。它的演化路徑呢，大概可以分成4個階段。最底層的原料是陳壽寫的《三國志》，這是官方認證的歷史記錄，比較枯燥。接着，這些歷史故事流到民間，大家口耳相傳，添油加醋，就變成了各種生動有趣的民間傳說。再來呢，專業的說書人就把這些零散的故事編成有頭有尾、有高潮迭起的腳本，也就是話本，讓故事變得更好聽、更吸引人。直到最後，羅貫中才登場。他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個總編輯，把前面幾百年累積下來的所有材料做了一次系統性的整理、改寫、提煉，最終才完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三國演義》這個定稿版本。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要理解羅貫中這位總編輯到底有多厲害，我們來看一個最經典的例子：貂蟬這個角色。在正史《三國志》裡面是完全不存在的，他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人物。在羅貫中之前的那些民間故事或說書腳本裡面，貂蟬這個角色的動機其實比較個人一點。有些版本說他跟呂布本來就是一對因為打仗走散的情侶，他做的一切是為了團圓。也有些版本說他是用美人計去換取王允承諾的金銀財寶。你看，這些動機都離不開個人的情愛或是利益，但是到了羅貫中的筆下，整個格局完全不一樣了。他把貂蟬的動機從個人層次一口氣拉高到國家層次，他不再是為了愛情或金錢，而是為了一個更偉大的理由：拯救即將滅亡的漢室王朝，鏟除國賊董卓。你看看，光是這一個動機的修改，就把一個普通的民間虛構人物提升到一個帶有悲劇英雄色彩的歷史高度。這就是文學大師的功力所在。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既然《三國演義》是一部英雄史詩，那它勢必得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英雄？在小說裡面有一場關於如何識人的戲，可以說是教科書等級的，那就是曹操跟劉備那場非常經典的煮酒論英雄。當時的背景是劉備還很弱小，寄居在曹操底下。為了不讓曹操起疑心，他每天在後花園種菜，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胸無大志的農夫。
但曹操是誰呀？他一眼就覺得這個劉備不對勁，決定要親自試探一下他的底細。曹操就問劉備：“你覺得當今天下誰算得上是英雄？”劉備當然不敢說自己啊，就開始點名一些台面上的人物。他的標準其實很實際，看的都是外在的資源跟條件。他先提袁紹，說他家世顯赫，地盤又大。曹操聽完直接搖頭，說袁紹這個人好謀無斷，幹大事而犧牲，見小利而忘命，空有野心，但關鍵時刻猶豫不決，根本不是英雄。劉備又提劉表，說他名氣很大。曹操笑說，那只是個空有名聲的草包。連江東的小霸王孫策都提出來了，總夠勇猛了吧？結果曹操一句話就堵死了，不過是靠着他老爸孫堅的名聲罷了。劉備把當時台面上所有叫得出名號的諸侯都講了一輪，結果全都被曹操給否定了。最後曹操給出了他自己的定義，這段話非常關鍵，可以說是整部小說的英雄觀核心。他說，所謂真正的英雄是胸懷大志，富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智者也。你聽聽這個格局，曹操的標準完全是看一個人的內在，他看的是你的志向有多遠大，你的謀略有多高明，你的氣魄跟格局有多宏偉，而不是看你現在手上有多少兵、多少地、有多少資源。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有趣的思考：如果成功、資源、地位都不能定義英雄，那什麼可以？《三國演義》給了一個很反直覺的答案：失敗。沒錯，就是失敗。一個人順風順水的時候，其實很難看出他的真本事，反而是當他身處逆境，尤其是在經歷慘痛失敗的時候，他的反應才能真正暴露出他這個人最核心的本質。所以說啊，要真正看懂曹操這個人，最好的場景不是他官渡之戰以少勝多、意氣風發的時候，反而是他赤壁之戰被燒得片甲不留、倉皇逃命的華容道那一段。這場戲把他的人格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是對他的一場終極壓力測試。在逃亡的路上，曹操做了3次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舉動。第一次，他帶着剩下的殘兵敗將逃到一個地形險要的地方，突然停下來，放聲大笑。旁邊的人問他笑什麼，他說笑周瑜、諸葛亮不懂兵法，如果是我，一定會在這裡埋伏一支軍隊。話才剛講完，趙子龍就帶兵殺出來了。好不容易逃掉，來到下一個路口，他又笑了起來，笑的理由還是一樣。結果這次張飛出現了，最後他逃到最難走的華容道，人困馬乏，他又第3次大笑，說諸葛亮他們的計謀應該已經用完了。結果呢，關羽早就帶着500個刀斧手在那裡等他很久了。這3場大笑，完美地展現了曹操這個人最可怕的特質。你要知道，他不是在逞強或是精神錯亂，而是在生命受到威脅、極度狼狽不堪的狀態下，他的大腦依然在高速運轉，還能站在一個戰略家的角度去復盤、去分析敵人的每一步棋走得好不好。這種無論在任何慘況下都絕對不會停止思考的強悍心智，才是他能成為一代梟雄的真正原因。好了，講完了英雄的定義，也聊了惜敗的價值，我們終於可以進入這部小說最核心、最底層的哲學命題了。我想這也是整個故事最悲壯、最能觸動人心的部分。整部《三國演義》的悲劇性都來自於一組核心的衝突，那就是強韌無比的個人意志去對抗一股看不見、摸不着，但卻無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古人稱之為天命，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為命運或是時代的趨勢。所有英雄的努力、掙扎、奮鬥，最終都是在這一組矛盾之下展開的。而要理解這場意志與命運的終極對決，我們必須記住一個關鍵的數字：6。這個數字6代表的就是諸葛亮為了實現他匡扶漢室的理想所發動的6次北伐。我們攤開當時的地圖來看，就會發現這是一場多麼不對等的戰爭。蜀漢只佔了益州這塊地，而曹魏坐擁中原9州半的廣大土地，不管是人口、經濟還是整體的國力，雙方根本不在同一個量級上。這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幾乎看不到勝利希望的戰爭。所以最關鍵的問題來了，
你覺得以諸葛亮的聰明才智，他會不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嗎？他當然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蜀漢的國力正在一天天衰退，所謂的天命或許早就已經不在漢室這邊了。但是他依然選擇一次又一次地率領大軍出征，鞠躬盡瘁，奮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就是中國哲學裡一種非常崇高的精神境界，叫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明知道很難成功，卻依然基於信念與責任堅持到底的意志，正是人類精神中最光輝，同時也是最悲壯的一種展現。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從這本小說的誕生過程，到它如何定義英雄，再到最終意志與命運的鬥爭，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演義》其實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模型，讓我們去思考人生中那些更根本、更重要的問題。這就回到了我們每個人自己身上了。我們的人生何嘗不是一個屬於自己的戰場？我們也都有自己想要達成的理想，那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漢室。當你面對那些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那些好像是命運早就安排好的障礙時，你會怎麼選擇？是兩手一攤，告訴自己“哎，這就是命吧”，還是像諸葛亮一樣，選擇相信自己的意志，即使希望渺茫，也要奮戰到最後一刻？這個問題，《三國演義》沒有給我們標準答案，它把最終的選擇權留給了我們每一個人。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三國演義》之所以不朽，是因為它不僅僅是故事，更是一個探討意志與命運的模擬器。它告訴我們，真正的英雄是由內在的心智，而非外在的成敗來定義的。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題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